台消息，今日苗药集团创始人龙耀先生宣布将其名下数百亿资产全部转交给其弟龙啸，其妻蓝朵朵将担任集团终身。看见了吗，我的好哥哥，你这100亿家产，有命赚没命享，我看总得有人替你收。孩子，无家可归就跟我们走，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以后你和阿耀、阿月就是亲兄弟、亲兄妹，我们疼你。小哥哥，擦擦干，不冷。爸妈，龙啸，我爸妈好心收养你，待你如亲生。说到这儿，我还得好好谢谢你，谢谢你爸妈当年把我捡回来，辛苦把我养大了。你老婆就不用你操心了。这协议不会出什么问题吧？能有什么问题？这指纹可是他自己亲自按上去的，就算苗王神灵显灵，也查不出假。蓝朵朵，当年为救你和孩子，我爸妈在暴雨山洪中拼死护要，你就不愧疚吗？愧疚什么？大出血也就是骗骗你和你那愚蠢的爸妈，我早结扎了，压根儿没怀过你的种。而且大婚之日你在外敬酒，我和笑哥就躺在你的婚床上，坐了一整夜。你要怪就去下面怪你妈，当年是她死皮赖脸求我嫁你。这不是35年前我结婚的日子吗？我没死，我穿越回了1991。龙啸、蓝朵朵，这一世我要你们血债血偿！你疯了！今天什么日子？要是被人撞见，怕什么？酒里那点料够他睡到明天晌午。等生米煮成熟饭，龙家的药田和这宅子迟早都是我的。阿耀，好福气啊！娶了这么俊的姑娘，以后龙家药田肯定越来越兴旺。快喝杯喜酒，祝你们早生贵子，阖家安康。哥，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慢着，这亲要结可以，得加彩礼，立马再加2000块，少1分都不行。一模一样，前世也是这场婚礼，突然反悔加彩礼，让妈为了我的婚事低三下四，最后还被他们害死。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妈，这婚咱不结了。小耀别胡闹，妈再求求亲家公，今天这婚咱一定得结成。妈，哥说的对，兰家太过分了。亲家公，求你通融通融，之前不是说好了1000块彩礼吗？再加2000实在太多了，我们家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呀。你再宽限几天，我们一定想办法，就算砸锅卖铁去深山草药换钱，也一定凑够。什么宽限几天？2000块彩礼今天必须拿出来，少1分，这婚就不结了。别想拿这些破烂玩意儿糊弄我，我女儿金枝玉叶可不能嫁去你家受苦。兰伯，我们家真的凑不齐，求你别为难我妈了。这里没你的事儿，一边待着去。还有你们，别在这多管闲事。就你们这些龙家的穷亲戚，能让龙耀娶我女儿进寨，已经够给你们面子了。加彩礼，你也配？这婚是我龙耀不结了。愧疚什么？大出血也就是骗骗你和你那愚蠢的爸妈，我早结扎了，压根儿没怀过你的种。而且大婚之日你在外敬酒，我和笑哥就躺在你的婚床上，坐了一整夜。大家都跟我来，我让你们看看兰家捧在手心的金枝玉叶，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荣耀，你疯了！光天化日你敢对我动粗，全寨的人都看着呢。你这是要造反啊！看，我是要让全寨的人都看清楚，你们兰家这牌坊后面到底藏着多臭的烂肉！你胡说什么？我女儿是金枝玉叶，你这是诚心想毁了她的清白！丧天良啊！大
大喜的日子，居然在婚床上干这种勾当！平时看着这兰家姑娘挺稳重的，没想到骨子里这么不安分。我看啊，这兰家还敢要加2000彩礼，就是在骗婚。把他们赶出去！别占了咱龙家的婚房，别污了咱苗寨的地！骗子、败类，赶紧滚出马寨！爸，这下怎么办啊？都怪你，非要加那2000块彩礼，要不然咱早把事儿办了，哪会被他当场抓住？妈的，老子谋划这么久才走到这一步。昨天这小子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跟开了天眼一样，什么都知道了？荣耀，都是你逼我的。荣耀，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怀了你的孩子，你要是不管我，我和腹中骨肉都活不成了。平时看着荣耀挺老实，没想到竟然是个吃干抹净不认账的。荣耀，这可不能胡闹！这要是咱家的骨肉，这婚咱死也得结呀！妈，你别着急，这肯定是假的。哥和蓝朵朵认识才1个月，怎么可能怀了3个月的孩子呀？荣耀，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单子写的清清楚楚，是怀孕3个月，你想悔婚赖掉彩礼，没门儿！蓝朵朵，为了赖上我龙家，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怀孕3个月，你是不是忘了前2个月为了鬼混不留后患，偷偷去县医院做了结扎手术？那个主刀医生现在还在县医院坐诊。结扎？这姑娘还没结婚就绝了后。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明明一个人都没说过。一个结了扎断了根的女人，居然能怀上3个月的身孕。蓝朵朵，你是想告诉我，你肚子里怀的是鬼胎吗？拿一张假单子就想让我当接盘侠？你这种不干不净的恶妇，也配提我龙家的彩礼？你血口喷人！我女儿怎么可能做结扎手术？那我可不清楚了。那你可要好好关心关心自己的女儿了，还有我的好弟弟。这接盘侠的位子，你要是想要，我今天就让给你。毕竟这3个月的身孕，直接当爹不也挺好？你等着，荣耀，咱没完！爸，快走，再不走就要被他们围起来了。妈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鬼迷心窍，不该和蓝朵朵勾结，不该对不起龙家，对不起哥。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一定好好孝顺你，好好守着龙家，再也不做糊涂事儿了。你别叫我阿妈，我龙家没有你这样不忠不孝的逆子。从今天起，你我母子情分彻底断绝，你给我滚！从今往后不准再踏龙家一步，我就当从来没有带回过你这个逆子。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龙母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他居然做出这种龌龊事儿，断亲不亏。阿耀，做得好，守住了龙家的脸面，也守住了咱苗寨的规矩。小耀，都是妈没用，让你受这么大委屈。妈，只要你和爸在，阿月在，龙家就在，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践踏我们家。哥，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保护爸妈，保护龙家。龙啸、蓝朵朵，这笔血债我们慢慢算。妈，你醒醒！妈，你杀我！前世阿妈就是因为今天彩礼的事这一气，彻底落下了病根。这一世，我绝不能让悲剧重演。这可咋办啊？阿耀，快送去给寨里的老苗医看看吧，这脸色看着吓人啊！妈，这是经络瘀阻，急火冲了心窍，普通的草药吊不住，必须得用血结草。怎么找不到？苗一博，我要血结草，多少钱我都给你。苗一博，求你救救阿妈。放心，血结草虽然稀少，是苗疆珍贵药材，但我这里刚好有1株，够救你阿妈了。我这就去取药，煎好服下，就能稳住她的心神。苗一博，这是我们所有的钱，你先收下。苗一博，这是我攒的钱，也给你。钱不急，先救你阿妈要紧。
没有血节草了，药柜里的血节草刚被人买走，1株都没剩。苗一伯，您刚才还说有，还转身要去取药，怎么一转眼就说没有了？您再找找，求您了，这药能救我妈的命啊！我说没有就没有，哪来那么多废话？没有血疾草，我也没办法救你阿妈，你自己想辙去吧，别在这耽误我做事。龙耀，你不是急着找血节草救你妈吗？你看，这是什么？原来是你，快把药给我，我妈快撑不住了。兰博，我妈都这样了，你还拿药要挟我们，你对得起苗疆的规矩，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们龙家在婚宴上让我们兰家颜面尽失，还当众拆穿我和龙啸的事，当时怎么没想过现在？还有你这个小丫头片子，还敢跟我爸这么说话，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想要这血脂草也可以，不过得答应我2个条件。第一，把龙家的那片老药田抵押给我；第二，再拿2000块钱赔偿我们兰家的名誉损失。这2个条件少一个，你就别想拿到血疾草，只能看着你妈断气。你别太过分，寨里的药田我可以和你谈，但你必须先把血绝草给我，救我阿妈的命。只要能救我阿妈，什么都好说。哼，谈？你现在没有资格和我谈，要么现在去取2000块回来签字抵押药田，要么就看着你妈没救，你自己选，别浪费我的时间。爸，别跟他废话，当初他那么嚣张，现在也该让他尝尝求人的滋味了。我看他到底是选龙家的老药田，还是选他这个妈。好，我答应你，2000块我会筹齐。药田的事儿，等我妈醒了我再跟你谈。但你记住，若是我妈有半点闪失，就算拼了我这条命，我也绝不会放过你们兰家。算你识相，别想着耍花样。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你，可你妈未必等得起。哥，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阿妈。等哥回来，再也不让你们受委屈。诸位，这就是失传100年的苗疆药王9叶还魂草，100万，我要了。前世就是在这个摊位，一只被当作枯树根的废料，在3年后的省城拍卖会上拍出了100万的天价。这一世咱们提前相遇了。看中了，200块，这可是我从断魂崖采下来的，少一个子儿都别摸。这种生了霉斑、脉络全断，连烧火都嫌烟大的废料，你也敢要200？老哥，你是打算等个瞎子，还是等它烂在筐里？谁烂了？你这土崽子懂个屁！药性已散，根须待腐，这东西带回去，除了招虫子，没半点用。给个10成价，20块。滚滚滚！20块你打发叫花子呢？哎，回来！妈的，算老子倒霉！20就20，拿走。呸！拿20块钱买根烧火棍，活该你穷一辈子。张秘书，爷爷的寿礼绝不能出差错，要是有半点瑕疵，这买卖就毁了。盛安然，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是了，算算时间，他爷爷盛老寿辰在即，他一定是亲自来苗岭寻药。盛总，瞧这品相，这可是咱苗岭的金疙瘩，给老人家贺寿最合适。确实不错，张秘书，准备签支票。住手！这东西你绝对不能买。哪儿来的穷鬼？保安，保安哪儿去了？张秘书，处理一下。哟，这不是龙家那个被退婚的废物吗？听说是受了刺激疯了，跑这儿来显摆什么医理？这种连饭都吃不饱的穷酸，见过真的野山参吗？
怕是把萝卜当参吃了吧？小兄弟，这是省城盛家的地盘，闹事儿你是选错了地方。盛家有权有势，难道连真话都听不得了？这参是用雄黄水泡过，再用特制的苗药熏出来的色，虽然看着金贵，但内里药性全无，甚至带毒。你是买回去尽孝，还是买回去送终？你血口喷人！盛小姐，您别听他瞎嚼舌根，这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莫老板，既然他说这参有毒，你敢不敢当众验一验？盛小姐，这药材娇贵，万一验坏了……若是验坏了，支票我照付；若是这参真有问题，莫老三，你该知道后果。拿手电和清水来。我的娘喽，还真掉色了！这莫老三心真黑啊，竟然拿毒参卖给盛家，差点咱们都被这老小子坑了。不过这穷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一眼穿心的本事神了！你能看透莫老三的局，说明你不是普通人。你到底是谁？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全场假货横行。你若是真想找一份寿礼，眼睛别只往金灿灿的地方看。既然你说这全场都是废货，那你告诉我，这万药阁或者这方圆10里哪一株能当得起我盛家的寿礼？拿我的烧火棍去献宝，这下有好戏看了。盛小姐，您瞧瞧，这小子不仅是个穷鬼，还是个睁眼瞎，不就是个烂树根吗？这玩意儿也能当宝贝？我家灶坑边一堆，比这还粗实。我看你就是诚心来砸老子场子的是吧？拿这种烧火棍来消遣盛小姐，你可知道我盛家的门槛不是随便什么烂木头都能进的。盛小姐，出2000块买下它。如果我看走眼，我龙耀这条命归你们盛家。2000块，你这烂木头2毛钱都没人要，还敢跟盛总开口要2000？想钱想疯了吧？张秘书，给他钱。这怎么可能？真是药王！盛总，这不是普通药王，这是已经结了丹的失传100年的9叶还魂草，这哪里是2000块，这是万金难求的无价之宝啊！这不对，老子不卖了，这是药王，得加钱。想在商办的人面前反悔，这药要是拉到省城拍卖，起码值10万，你就为了2000块送给我？它比刚才那株金参更适合送给你祖父当生辰礼物。再说你也帮我解决了我妈在医馆的这笔救命钱。如果你信得过我，将来我们合作的机会远不止一株药的价钱。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找药送给祖父的？还有，我姓盛，省城来的，刚才这里没有一个人介绍过我，你又是怎么知道的？糟了，穿越回来，脑子还停在30年后，竟然忘了现在我根本不该认识他。我看那车挂着省城医药联合会的通行证，这年月能用得起这种车的，除了盛家还能有谁？至于寿礼这种神药，除了给家里老太董续命，谁舍得亲自跑一趟？张秘书，去查查这个人的底细，能一眼认出9叶还魂草，还能认出我盛家的人，绝不简单。是，盛总，我们接下来直接去酒店吗？不，跟着他。这种人才只能为盛家所用，若是不能，也不能落在对手手里。我阿妈呢？刚才坐在这儿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大概18岁的女孩呢。刚才有几个人来说这儿的医疗条件太差，配不上他养母，就把他们转到楼上的豪华单间去了，还说所有的费用他们全包。龙啸，瞧瞧，这可是上好的药。龙玉，只要你这手往下一按，这碗救命的药立马就能进你妈的嘴。哎呀，手滑了，你看这救不救人，全在你一念之间呐。签了，他就能活。我死也不会签，不签就看着药粮，看着你阿妈断气！骗子！不是说好了救了我妈再商量签药田的事，我哥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别给脸不要脸！
你哥现在怕是正跪在哪个大街上要饭呢。等他回来，这老太婆早就凉透了。给我按！放开他！2000块，一分不少，钱到位了。现在就把药喂给我阿妈，否则我拆了你们蓝家！来人，赶紧给我把他按下！2000块就想救你阿妈？做梦！我就是耍你玩的。呀，没拿稳，药没了，这是你自找的。看来你阿妈是没救了。哥，你快看氧气瓶坏了，阿妈的呼吸也快停了，再过1分钟没氧气，脑子就彻底死透了。妈！龙啸，你个畜生！你开开氧气，我求你开开氧气！跪下，把字儿给我签了，我就让你的好弟弟给你把阳气打开。跪呀！你不是挺横吗？你妈的命就在你膝盖底下，你跪不跪？爸妈，阿玉，对不起，我没有。我盛家要保的人，谁敢让他下跪？我盛家要保的人，谁敢让他下跪？你是哪位？这是我们苗寨自个儿的家务事儿，外人少插手。我盛安然要保的人，在这苗岭方圆100里，还没人够格让他下跪。盛总，求求你救我妈！王老，救人第一，剩下的垃圾我来清。哟，龙耀，我就说你哪来的底气悔婚呢？原来是在外面找了个这么俊的小美人啊！龙耀，你个不要脸的，还没跟我退亲就在外面养小三儿，穿的跟个毒妇似的，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呸！嘿嘿，这么细皮嫩肉的小娘们儿，龙耀这废物护不住，不如跟了老子。啊！我的腰，我的手断了！你个狐狸精敢打我爸，我撕了你的脸！你个小三还敢打我！龙耀，你看看你找的这都是什么货色？你还没跟我退婚呢，就让你的小三登门打人！哥，这女人又是保镖又是助理的，派头挺大呀。你在外面当了接盘侠，人家给你不少钱吧？难怪连兰叔这种长辈都敢打了。哼，长辈，这种能把至亲往死路上逼的畜生，也配叫长辈？龙耀，你行啊！找个会两下子的小三儿就想翻天，全寨子的人都知道你跟这女人有一腿，我看你以后怎么在苗岭抬起头！嘴太脏，张秘书，教他们怎么说话。掌嘴。还好之前好像做过急救，封住了心脉，否则神仙也难救。简直是谋杀！病人肺脉受损，这是燥火伤生的毒药，根本不是救命药。刚才只要再晚30秒，就算是苗王显灵，也救不回老太太的命。我的好弟弟，你不是说药是你求来的吗？误会，都是误会，我们也是被那老苗医给骗了。误会。张秘书，告诉他们，得罪我盛家要承担什么后果。盛总已经签署了全资收购令，万药阁从现在起正式倒闭。至于兰家，盛总已经向省城药材商会下达了永不合作名单。从今天起，苗岭之内，谁敢卖给你们1颗药，谁敢租给你们1寸地，就是跟我盛家开战。氏集团，苗疆药材最大的买主。盛总，不可能，龙耀怎么会认识这种大人物？把这几个人渣丢到医馆门口，让全寨的人看看谋财害命的下场。放过我们，求求你们！兰立国、龙啸，这笔血债剩下的，我要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盛总，今日救母之恩，荣耀没齿难忘。这2000块我会还。爷爷，如果我们当年拿下了南坡那片荒山，有了那批朱砂矿石救急，盛家也不至于被蓝家吞并。汪氏集团因开发南坡血朱砂矿脉，一跃成为省内首富，市值翻100倍。苗岭南侧那片荒山，在世人眼里是寸草不生的乱石岗，可在行家眼里，那是地脉血经，底下深藏着高纯度的通体朱砂矿脉，那是能让你盛家直接跃升为豪门的通天梯。荒山藏矿，这种事连省里的勘探队都没定论，你凭什么这么笃定？又凭什么让我赌上盛家的名声去陪你疯？我拿我的命担保。你很有胆色，我平生最厌恶赌徒，但如果是必赢的局，我会有兴趣。我祖父80大寿，救急缠身，盛家请便名医无果。既然你有眼力，想必医术也不差。盛总救我母亲在先，这寿宴荣耀一定准时赴约。那片荒山，我盛安然会亲自为你签下来。小耀，你阿爸说他一定要去黑山谷那一趟，亲手采到那株龙骨参给你当彩礼。现在应该不用了，那药王你就带去盛总那儿，那是咱们苗家的体面。糟了，前世就是今天，那场突如其来的山洪，把黑山谷变成了10几名寨民的坟场。阿爸他甚至连尸首都没找齐。妈，阿爸去了多久了？快告诉我。哥，韦大川带着阿爸那一伙人已经进谷3个小时了。阿玉，守着妈，我现在必须去黑山谷，再晚就来不及了。哎呦，恭喜啊，大婚大喜，以后龙家定会越来越好。多谢多谢，大家尽兴喝，不醉不归。阿耀，节哀，黑山谷山洪突发，你阿爸和大伯他们没来得及上来。前世阿爸是今天晌午前进的谷，暴雨大概是6点32来的，山体松动，泥石流半盏茶的功夫就堵死了口。这一世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一次。阿爸，等我！阿耀，你跑这饥荒着干啥？叔，快回家收谷，要下暴雨了。哟，荣耀，这么着急忙慌跑来，是你那蓝千金把你踹来要彩礼了？我看就是彩礼不够，给他踹了。站住！韦老板的规矩你不知道，谷里采药的时候，闲杂人等一概不让进。让开！谷里要出事，快撤人！快！闪开！我要找韦大川，要下暴雨，山体要跪，快让我进去！疯了吧你！这苗岭连旱了2个月了，地皮都裂成8瓣了，你告诉我要下大雨？你别忘了，你爸和你大伯可是为了彩礼，在我这儿签了死契。今天就算山崩了，他也不敢请假。滚回去！暴雨晚上6点32到，现在已经过了6点，没时间了。放开我！韦大川那是带他们去送死，你们这群帮凶！你小子再敢咒咱们山主，今天就让你在这儿躺到天黑！你们往西边看，看到云头？这怎么回事？刚才还大太阳，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风？奇怪，太奇怪了！是啊，这云怎么来得这么快？不可能啊！信我，快撤离！再不撤人，山体真的要垮了，谷里那10几条人命就全没了！不好，那小子跑进去了，快追！快点儿，趁着天还没黑，再多挖点儿。今天这批货交了，大家都有肉吃。头，你听着风声不对劲儿，咱们是不是该撤了？撤什么撤？老子在黑峡谷待了20年，就没见过这种时候下雨的。继续挖。韦老板，荣耀非要冲进谷里，说什么要下大雨，谷里要泥石流堵，哪个活腻了的种敢闯老子的地盘？大川哥，
连旱20天，上游土层早裂透了。今天这阵雨，山体撑不住，泥石流会堵塞死谷口，必须让断魂沟采药的所有人立刻撤回来，快呀！哼！我说龙耀，你喝多了是不是？连旱20天不下雨，不下个35天，你说会塌方？我在这黑山谷采了10几年药，哪一年没遭几场雨？你见这山塌下来过吗？就是那点毛毛雨顶什么用？行了行了，哪来的回哪儿去，别在这让我难做，小心坐轮椅给你送出谷口。给我把这疯小子扔出去，别让他进来发神经。再敢进来，你阿爸和大伯今天就别想活着出谷，拿你妹去抵债。我后悔啊！90年我不该贪那3万块，赌马药做假账，我该死啊！韦大川，去年南坡小窑口30颗毒宰药，你收了省城贩子3万块现金，跟大老板说是被偷的。你胡说什么？你到底是谁？这些事你怎么可能知道？韦大川，你以为你藏得很好？第3根承重木下面挖开1尺深，7匹铁盒里是你攒的15万3050块私房钱。上个月你给隔壁寨子的刘寡妇送了一对苗银手镯，还许诺过2天要带她去县里买金耳环。最重要的是，你已经买通了公证处的刘科长，准备在开春后利用假手续强行圈占那500亩集体药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不是鬼，我是回来找你索债的。但我更知道，再过10分钟，地龙翻身，山洪爆发，你这黑山谷药厂会变成一片乱葬岗。还有10分钟，前世山崩就在这个节点。如果时间因为我的重生发生了偏移，我不仅救不了阿爸，还会把龙家推向万劫不复。撤人？要是最后什么都没发生，老子不成笑话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你保险柜里那15万就是冥币。把人全喊回来，少了一个，老子让你现在就去监狱数脏钱。撤！全给老子滚上来！阿耀，彩礼钱没收到吗？你不在家好好陪着你阿妈和阿月，跑这儿给东家添什么乱？知道魏山主的脾气，惹恼了他，我们所有人都没好果子吃。魏山主，对不住，这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呸！这龙家小子诚心折腾大家伙。断魂沟那边的龙骨参还没挖完呢，这突然把我们全撤回来，我们辛辛苦干活，总不能白忙活一场吧？哼！魏老板，半天的工钱谁给结？魏山主，都是我没教好这孩子，都是我的错。那些工钱我们不要了，1分都不要了。求您别赶我们走，我们就这一条活路啊！求您了。魏山主，求您开恩。阿耀他年纪小，不懂事儿，您就饶了他这一次。耽误的工期，损失的工钱，我们爷仨来赔。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们也一定赔给您。求您别为难小耀。再等等，一定快了。龙耀，你刚才说的话大家都听到了，现在别说5分钟了，8分钟也过去了。你说地龙翻身在哪儿呢？难道重生真的蝴蝶效应了？不可能，大气中的土虚味已经越来越浓了。还斗龙翻身？我看你是睡糊涂了。哼，小子，你怕不是编瞎话想骗韦老板钱吧？赶紧滚一边去，别耽误我们干活。你不仅咒老子，还敢勒索老子！2分钟内没见着动静，我就把你这2条腿砸折了扔进谷底，再把你妹阿月卖到省城的歌舞厅去抵债。下雨了，就几滴雨，这也叫山崩前兆。哎呀，别跟他耗了，赶紧下谷干活。龙耀，这就是你说的灭顶之灾。就这2滴毛毛雨，你让老子撤掉几10万的生意，耽误老子的货。你们3个一人留下1条腿，这笔账就算清了。魏山主，我这条老命赔给您，求您放过阿耀，还有我的，我也赔。
阿爸，起来，不许跪！既然你不要命，老子送你一程。山真的要塌了！我的娘啊，真的是山崩！抬头看后山！真没了，全没了！要是没撤，我们全埋在里面了。荣耀救了我们所有人，居然是真的，居然真的有山洪，真的有山体滑坡。荣耀，不，龙仙人，龙仙人，龙大哥，是我韦大川狗眼看人低，今天要不是您，我这全族的人都要埋在下面了。阿耀，你刚才说的竟全是准的，要是晚走一步，咱乡亲们现在就成了这山底下的烂泥了呀！以前总觉得你是个闷葫芦，没想到你这脑子里藏着神仙的眼啊！阿耀，大伯这辈子没服过谁，今天你是救了咱们全寨子的命。大哥，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这矿上的收益您拿大头，还有你阿妈在医馆所有的费用，我韦大川全包了。以后手术费、药费，谁敢跟您要一个子儿，我跟他拼命！多谢龙仙人救命之恩，刚才是我猪油蒙了心，我不该说那些混账话。没撤的话，咱们全得埋在里头。咱们这10几条命，都是阿耀英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起来吧，只要你能想着乡亲们，我保证你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这是怎么回事？我才离开半天，这里怎么变成了废墟？是山崩，要是没龙大哥提前预警，我们这几十号人现在全都埋在下面烂了。你之前那片跟我说的那步，我已经连夜敲定，全部签下来了。现在这片山，就是盛家的产业，也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盛总爽快，我龙耀也不拖泥带水。既然文件已经签下来，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工。韦大川，我知道你之前糊涂，但今天你也算听劝，及时撤了人。明天一早你就带着今天这些死里逃生的兄弟们一起上山开工。地换了，但活还有，绝不会让大家白忙活。谢谢龙耀，谢谢龙耀，我韦大川以后一定好好跟着你干，再也不打歪主意，绝不辜负你给的机会。谢谢龙耀，谢谢龙总，以后我们就跟着你干了，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是啊，龙耀，要不是你，我们今天都死在药谷里了。就算没有工钱，我们也愿意跟着你干。既然龙总发话了，我盛安然绝对爽快，而且工钱翻倍。荣耀，你给我等着，明天挖不出矿，看你怎么向盛小姐交代。剩下的事情我让张秘书留下来配合你，有任何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多谢盛总。龙耀，兄弟们都到齐了，工具也备妥了，就等你下指令开工。兄弟们，今天是开工的第一天，也是咱们证明自己的一天。记住，顺着我昨天标记的位置挖，小心碎石。好，跟着龙耀干，保证完成任务。慢着，不准挖，谁也不准动这片山。慢着，不准挖，谁也不准动这片山。龙耀，你这骗人的本事真是越来越大了啊！这种连蛤蟆都嫌弃的废地，你居然能说动盛小姐出钱买下，还让这么多乡亲跟着你瞎忙活，你不是诚心坑人吗？对呀，
这不是坑人吗？这小傻孩子！蓝建国，你闭嘴！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昨天要不是阿耀，我们所有人都死在药谷里了，连命都没了。阿耀说这山是聚宝盆，就一定是聚宝盆。我们信阿耀，不信你这个小人。就是，大家别被蓝建国骗了，他就是嫉妒阿耀有本事，嫉妒阿耀能得到盛总的赏识，故意来捣乱，不想让我们挣到钱。阿耀是什么人，我们最清楚，他不会骗我们的。跟着他干，跟着盛总干，一定能挣到钱，过上好日子。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被收买了？都住手！吵有什么用？小耀从来不说空话，是不是骗人的，挖出来不就知道了？再说了，盛小姐是什么身份，怎么可能轻易被人骗？咱们不妨静下心来，看着他们开挖，是真是假，一目了然。蓝先生，我盛安然的钱还轮不到你们来操心。我相信龙耀的眼光，也相信他的为人。他既然敢让我买下这片山，就一定有十足的把握。今天咱们就挖给大家看，也好让你们彻底死心。哼，我蓝建国今天把话撂在这儿，这种废料地要是能出宝，能挣到钱，我蓝建国今天就在这儿给你们磕3个响头，磕到出血为止。大川，开挖，顺着那棵歪脖子树根往下挖3尺，挖出来的东西自然能证明一切，也能让所有人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小人。好嘞，兄弟们跟我来，让他们看看咱们这荒山到底是不是聚宝盆。能挖出啥呀？这荒山看着光秃秃的，难不成真有宝贝？我看悬，这小子吹得天花乱坠，说不定就是故意装样子，想糊弄人呢。不好说，不好说。刚才那铁锹装硬物的声音不像是空的，说不定真能挖出点东西来。哼，装模作样，我倒要看看你能挖出什么来。哈哈哈哈哈！龙耀，我当是什么宝贝？原来是块破石头，你拿我们所有人寻开心呐！这石头绝非普通石块，里面有东西。有东西？难不成还能有黄金？我看你是输急眼了。盛总，这挖出来的是块普通石头，龙耀说的能是真的吗？慌什么？表面普通不代表内里如此。看好现场，别让人动石头。我马上让我二叔带切石机过来，当场切开验证。好的，盛总，我马上守好现场。大家稍安勿躁，盛总让他二叔带切石机过来，当场切开石头，真假一看便知。切就切，顶多就是一块破石头，还能切出个啥？这石头看着平平无奇，真能切出东西？荣耀该不会真的骗我们吧？不好说。刚才挖的时候声音就不一样，说不定真有惊喜。再等等看。我信龙哥，他说有东西就一定有，咱们跟着他准没错。对，要是真有宝贝，咱们以后就不用再靠卖力气糊口了。大家稍安勿躁，切开就见分晓。二叔，辛苦你了，快，就是这块石头，当场切开。放心，我这切石机可是专业的，一点猫腻都藏不住。糟了，这切石机一来，要是真有东西，我之前的算计就全白费了。好家伙，这么高纯度的朱砂矿还是整块包裹在石头里，真是少见。这可不是普通的宝贝，价值连城啊！发财了，真的发财了！怎么会一块破石头里怎么会有朱砂矿？这一定是假的，是你们串通好的。假的？现在证据就在眼前，还有什么话好说？之前你们百般阻挠，嘲讽我们异想天开，现在该让所有人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小人。各位，这块朱砂矿纯度极高，价值连城。龙耀，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大川，立刻安排你的工友们做好采矿准备，注意安全，先小规模开采，切勿破坏矿脉。放心吧，盛总、耀哥，兄弟们，咱们开工，好好采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安然，好侄女，这么高纯度的朱砂矿可遇不可求啊！咱们别耽误时间，立即联系买家，把原矿全部卖掉，直接套现，赚一笔快钱。二叔，这矿纯度极高，直接卖原矿是不是太可惜了？不可惜，不可惜，现金在手才最实在。朱砂矿虽值钱，但囤在手里风险大，
不如赶紧卖掉，落袋为安。不行，这地绝对不能卖。我不仅主张不卖原矿山，还要趁机囤地。各位，你们只看到了眼前的朱砂矿，却没看到这片土地的真正价值。这里不仅是一座造盆矿场，更是未来省府南迁的核心区域。真的假的？你别在这里胡说八道！省府南迁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看你是想囤地想疯了，拿这种空话骗我们。我没有胡说，不出半年，这片区域的地价将翻10倍，5年后这里会成为全省的 CBD， 寸土寸金。现在卖矿套现，不过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信龙耀，他从来不会说空话，我跟着他干。好，我也信龙耀。二叔，这事儿听我的，不卖矿地不套现，咱们囤地。现在我当场拍板，成立龙盛地产，股权分配我已经决定好了。龙耀以低脉血精这份独家情报入股，占股60%，为最大股东。我们盛家负责全部资金筹备和官方渠道对接，占股30%。大川，你投一笔资金协助开发，占股1%。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未来5年，咱们一起打造全省 CBD， 共创辉煌。太好了，我也能当股东了，一定好好干，不拖大家后腿。爸，大伯，矿场和地产的架构我已经和盛总、大川敲定死了。后续大川会带着工友们死守矿脉，盛家出钱出渠道，没人敢动咱们。但是妈还在苗医馆躺着，刚醒过来，肯定最想见您。您快和大伯过去。好，你做事有分寸，爸放心。你也别太累着，早点过来。大川，南坡的事儿交给你的兄弟们了。兰家那帮杂碎虽然暂时被震慑，但难保不会狗急跳墙，有变动随时呼我。大哥，荒山的事儿你放100个心，谁敢来炸刺儿，我兄弟们让他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家里天大，妈最大。多谢，辛苦各位兄弟了。妈，您可算挺过来了。兰家和龙啸那简直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哥提前撞破了龙啸关氧气瓶的阴谋，咱们家……不提那个白眼狼了。对了，阿月，和你哥合作的那个盛小姐，妈愁着那姑娘端庄，要是能成，妈找苗寨阿婆去提亲，哪怕咱家配不上，也得试试。妈，您可打住吧，人家盛安然是省城的金凤凰，哥现在虽然有本事，但在外人眼里还是合作关系，您可别让哥下不来台。弟妹，你这遭了大罪，可把我们这一家子的魂儿都吓飞了。大福、大磊哥，你们不是在矿上吗？怎么这一身泥就跑回来了？听说你醒了，矿就是金山银山我也不稀罕了，只要你还在，咱们家就在。阿玉，这话你就说差了，感情这事儿看的是心，不是兜里的银子。伪山主，您怎么也过来了？月儿，往后别叫山主，生分，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妈，您感觉好点没？大哥在后头处理尾款。妈，弟妹，你还不知道，大川现在是小耀的生死兄弟，已经认小耀当了大哥，这叫一声妈是名正言顺。妈，以前大川混账，承蒙大哥不弃，以后您就是我亲妈，谁敢让您不痛快，我韦大川活劈了他。好孩子，难为你和小耀这么孝顺，妈这心里比吃了蜜都甜。妈，我来了。妈没事了，看到你们平安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您还有哪儿难受吗？哪怕是一丁点不舒服也告诉我。哥，医生刚才查房说了，妈的情况很稳定，过3、4天就能动手术。只要手术成功，妈这老病根就能彻底断了。妈，您就安心养着，手术费、住院费，还有以后补身子的老山参，全由我韦大川包了。那个大川哥，盛小姐走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费用全部预付了。付了就付了吧，这份人情我来还。妈，等您手术做完，我和大川还有大伯要去一趟省城。省城？你们去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什么？妈，您就别操这份心了，等咱们在省城扎下根儿，赚了大钱，直接雇专车把您和干爹接过去，住洋楼享清福。孩子有志气是好事，随他们去吧。盛小姐刚才说了，省城那边有大生意等着小耀呢。大川哥，那咱们苗岭矿上的药田怎么办？真的不干了？别提了，昨晚那场山崩，黑山谷那块药田全毁了。要不是大哥神机妙算，咱们全得埋在里头，
现在已经疯了，干不成了。怕什么？有小药在，咱们龙家倒不了。我也相信这小子能翻了省城的天。大川啊，你是个热心肠，如果有机会在省城帮我家小姚多撮合撮合她和那位盛小姐。妈，您就放100个心吧，我也想让她做我弟妹呢。那盛小姐看大哥的眼神早就没跑了。小耀，妈这辈子没什么奢求，只希望全家人能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妈，您放心，我哥在省城有盛姐姐，一定能过得好好的，也不会受人欺负的。凭什么？凭什么他荣耀一个乡巴佬能住进省城的高级公寓，能得到盛家的赏识，我们却要困在这破寨子里，一无所有？哼，荣耀得意不了多久，他以为去了省城就能高枕无忧了。哼，别急，咱们也去省城。我表哥汪远航在省城有权有势，在药材行也有不小的人脉，只要我们去投奔他，一定能站稳脚跟。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让荣耀血债血偿，让他尝尝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滋味。对，去省城，我们也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把荣耀踩在脚下，让他后悔当初对我们做的一切。荣耀啊，荒山离省城中心这么远，你确定咱们不先卖朱砂矿套现，要等市中心往荒山迁移？半年后，省府会搬迁到那边，我要留住的是那块地，未来那可是寸土寸金。小姐，龙先生这话绝非穷谈。我昨天才听老爷子身边的人说，省里准备1个月后启动新的城市规划，省府确实有南迁的打算，只是具体搬迁位置还没开始论证。龙先生竟然能精准说出来，太不简单了。好，我相信你，荣耀。咱们现有朱砂矿的初步收益60万，我们先采矿清空朱砂矿。1个月后，省府南迁的消息一出，咱们把靠省府最近的那一块地卖掉，收益至少翻10倍。再拿这笔钱把朱砂矿深加工的规划做好，对接盛家的渠道，找银行贷款扩大规模。要做，我们就做全省最大的朱砂矿深加工企业，还要打造省政府核心地产。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记得这个时候，省里的中药材加工厂面临倒闭。朱砂本身就是珍贵药材，咱们趁机把中药材加工的命脉拿在手里，既能消化朱砂矿的产出，又能拓展新的产业，一举两得。好主意！荣耀，明天就是我爷爷80大寿，我带你去盛家老宅引荐你见我爷爷。爷爷一直关注中药材和矿产领域，只要他认可你，咱们的朱砂矿深加过、囤地，还有中药材加工厂的事儿，都会事半功倍。盛老爷，听闻您老身体抱恙，建国特意从长白山寻来这株100年野山参，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听说安然妹妹前阵子在苗疆结识了一位神医，手段了得。今日是盛爷爷的大寿，怎么不见这位神医来献礼啊？苗疆龙药携兄弟韦大川特来为盛老爷子贺寿。此丹由黑山谷9叶还魂草配南坡极品朱砂丹精，历经7日炼制，名曰安魂丹。切，什么安魂丹？拿几颗搓出来的泥团子就敢来盛家骗吃骗喝？这是失传的古法炼丹术，药气纯正，血精充沛，老朽敢以名誉担保，此丹可为老爷子延寿3年。大家看到了吧？吃死人了！这个乡巴佬用毒药害死了盛爷爷。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局子！痛快！老夫这胸口憋了10年的恶气，总算散了。龙先生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神技，真是后生可畏啊！以后在省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厅里找我。陈老客气。大家别被他骗了。这个龙耀在苗寨的时候就是个游手好闲的无赖，他用花言巧语骗婚蓝朵朵，在寨里毁了人家姑娘的清白，今天居然还想攀附高门来骗婚盛家。龙耀，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你毁了我的身子，嫌贫爱富，现在还想赖掉我们家的彩礼钱，你不得好死啊！骗婚，毁清白。蓝朵朵，你跟我认识1个月就怀了3个月的身孕，更可笑的是，
你早在3年多前就已经做了截杀手术，你拿什么怀孕？拿你跟龙啸在床上的那点不要脸的勾当吗？不可能，这些不都被撕掉了吗？你怎么会有这些？汪少爷，你这不请自来，急着当接盘侠收破烂的习惯，倒是跟龙啸一模一样，臭味相投啊！龙耀，你找死！够了！今天是我80大寿，容不得你们这群跳梁小丑在此胡言乱语。龙耀不仅是神医，更是我盛家的恩人。从今天起，谁敢与龙耀为敌，便是与我整个盛家为敌。送客。龙耀，你个该死的乡巴佬，老子这辈子都没被人这么对待过！你给我等着，老子不弄死你誓不为人！荣耀，老夫这条命是你拉回来的。这本《圣纪总录》手抄本是盛家行医世家的根基，里面记载了数种古法药方。谢谢盛老，龙耀定不负所望。爷爷，我带龙耀去咱们盛家的百年药库转转，顺便让他帮着长长眼。哈哈，去吧去吧，你们年轻人多交流。安然，往后龙耀的事就是我盛家的天字第1号大事。荣耀，这次南坡荒山挖出了上品朱砂，圈子里不少原材料商都加价抢着想买原矿，还是不出手吗？卖原矿那是自断寿长，加再多价也不会比成品药暴利。这批朱砂我要拿来做成药。可盛家的制药厂现在产能已经饱和，而且没有相关的国药准字批文。我没打算用盛家的厂，我盯上了省中成药2厂。省2厂，那可是个无底洞。虽然他们手里攥着12条国药准证批文，但听说因为上游朱砂原料断供，如今正濒临破产。正因为他们快死了，才是我们入局的最好时机。盛总，这是我的方案。我们以南坡朱砂矿的独家供应权，加上我手里的苗疆道地药材秘方入股，直接承包经营省2厂。盛家负责整合资金和医院渠道，我负责原料和复活停产生产线。龙耀，承包一个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还要承担他们原有的债务，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了？盛总，富贵险中求，我断言3个月后，省里必定会推行中药材战略储备计划，到时候所有含朱砂成分的急救中成药价格至少暴涨30%以上。好，龙耀，我陪你赌这一把。盛家不仅出渠道，我再额外追加200万的受限额度，全力配合你收编省2厂。盛总英明，大川，动用你手里所有的现金，立即租下省城最大的冷库，从明天起大批收购苗疆药材，只进不出，把货给我死死囤住，等风来。大哥放心，我连夜去办。王少，刚收到消息，龙耀那个乡巴佬居然跟盛安然联手，准备去承包省中成医药2厂了。妈的，怎么又是这个龙耀？我们汪家本想通过煤矿的利润，顺理成章的收购省2厂，借此拿到那12条国药准字批文，跨入医药领域。现在居然被这个赤脚医生给截胡了！王少，我哥不，龙耀那个王八蛋就是个土包子，他懂什么制药？省2厂现在就是个空壳子，要钱没钱，工人还在闹罢工呢。只要咱们在里面使绊子，绝对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对呀，王少，您在省城有权有势，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他们的200万直接打水漂。龙耀，在省城的地界上，老子有的是办法玩死你。既然你想承包，那本少就送你一份破产大礼。龙总、盛总，多亏了你们注入的资金和南坡运来的极品朱砂，停产了半年的提取生产线，今天总算全线复活了。王厂长，产能一定要拉满。省里对于含朱砂急救中长渠药的缺口很大，只要质量过关，盛家的医院渠道能全部吃下。质量是根基，王厂长，12条国药准类净批文是我们的免死金牌，但是如果有1盒药的朱砂配比出了差错，那就是砸了我们自己的招牌。龙总，您放心，按照您的苗疆秘方和纯度要求，我们每一道工序都安排了专人死守，绝不出半点纰漏。大川，冷库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大哥，省城最大的3个冷库已经被我连夜用全款盘下来了。很好，记住动作要快，
3个月后，省里的中药材战略储备文件一发，这些药材就是按克计价的黄金。明白。我把嘴闭得死死的，就算汪家把省城翻过来，也休想查到咱们囤货的库子。王少，我们明面上利用您在省医药采购办的铁杆关系，以朱砂重金属超标、假苗药违规添加为由进行实名举报，强行让药监局封锁他们的生产线。那 A 地里呢？暗地里，龙药现在疯狂吃进药材，资金链必然紧绷。我已经联系了地下钱庄做局，恶意卡住龙盛药业在银行的流转授券。同时在苗疆散布谣言，就说龙盛药业要倒闭了，让药农们恐慌，断了龙药的野生药材供应链。好，双管齐下，本少这次要让他连本带利死在省城。哥，你以为到了省城就能高枕无忧？这省城的池子可比黑山谷黑得多。这一局，我要你和你的药厂万劫不复。龙耀，这杯酒我敬你。省2厂的停产线全线复活，南坡的朱砂也双喜临门，干杯！盛总，你醉了，今天喝得够多了。我没醉，我高兴。哎呦我操，这省城的酒后劲儿太大了。张秘书，不行了，我眼冒金星，快扶我去隔壁房间躺会儿。韦总，我也顶不住了。龙总、盛总就交给你了，我们先撤了。这2个老油皮。龙耀，你别走，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盛总，你喝醉了，好好休息。那片寸草不生的荒山，你一眼就能看出藏着朱砂矿。这座快要破产的药厂，你随手就能救活它。龙耀，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神好沧桑，你就像以前早就来过这里一样。不行，龙耀，老天爷给了你重活一次的机会，这一世你要堂堂正正娶她，绝不乘人之危。盛总，你醒了，头还疼不疼？龙耀，以后在省城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哟，这不是咱们省城新晋的龙总吗？你一个靠女人上位的乡巴佬，也配在省城蹦跶？好狗不挡道，滚开！乡巴佬，本少今天把话撂这儿，天黑前收拾东西滚出省城，否则老子让你无声无息的在人间蒸发。王远航，没听过一句老话吗？天狂有雨，人狂有祸。呸！少在这儿跟老子装神弄鬼，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算什么？我至少知道，你汪家那2座煤矿，为了换银行的300万贷款，到底虚报了多少产能。我也知道，你们汪家现在最大的财路是干着倒卖进口药材的掉脑袋勾当。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些？这是我汪家的核心机密，你到底是从哪儿查到的？混蛋！老子管你从哪儿查到的，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喂，虎三爷吗？我是汪宇航，有个叫龙耀的乡巴佬正在往龙盛药业工地赶。三爷，劳烦您亲自带兄弟们去一趟工地，送他上路。只要今天能给他送终，南坡荒山矿场所有的生意，本少全送给你。王少放心，在省城这1亩3分地上，拿了你汪家的好处，老子自然替你把事情办妥。一个采药的赤脚医生，今天老子就让他横着出工地，让工地上盯梢的兄弟们把门给老子堵死。今天谁也别想放那个叫龙耀的出去。大火车去龙盛药业工地，送他上路。给我砸！什么值钱砸什么！住手！你们他妈的知道这是谁的工地吗？敢在这儿撒野！龙耀呢？那个靠女人上位的小白脸死哪儿去了？让他给老子滚出来受死！你就是那赤脚乡巴佬。汪少拿整个黄山的土方买你的命，小子，你是自己跪下留条生路，还是让老子把你的腿卸下来？卸我的腿？胡老三，省城地下黄，背地里却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如果我没算错，你家老母最近3个月半夜惊梦，盗汗不止，如今一双眼睛
已经几乎看不清东西了吧？你求爷爷告奶奶找了省城几十个名医，可曾有一人治好了他？你怎么知道这些？这省城没人敢查老子，你到底是从哪儿知道的？我不仅知道他的病，我还知道，你娘那不叫身病，叫心病，是老人家年轻时为了供你，替人挨板子熬坏了身子，却天天看着你带着一帮兄弟干着损阴凉的勾当。你今天跟着汪家来抢我的南坡荒山，来断我省二厂的原材料，你可知道，你断的是万千穷苦百姓的生路。老太太一辈子良善，每天睁眼闭眼都看着你双手沾满血腥，她吃不下睡不着，全是在替你背因果。长此以往，老太太能瞑目吗？够了，闭嘴！老子是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这省城吃人，我不狠，我们娘俩早就饿死了。走正道，一样能过好日子。胡老三，你娘身上的病，我能治。你少在这儿诓骗老子！老子凭什么信你？我龙耀一口唾沫一个钉。今天我们立个赌约，就赌上我的药厂和这颗人头。3日之内，我让人治好你母亲。若治不好，这龙盛药业我双手奉上。好，老子就跟你赌这3天。所有人听令，把家伙收起来，撤！大川，准备回乡里，这省城的黑道该翻篇了。我娘这病到底还能不能治？您给句准话，只要能治，要老子这条命我都给您。稍安勿躁，这是常年劳损外加气血瘀滞伤了心脉，旁人当成了绝症医，但在我苗医眼里，不过是差了一剂定魂针。娘，别动，这是压在他心口10年的淤血，吐出来命就保住了。虎子，妈这眼睛瞧见亮光了，妈能看清你的脸了。妈，胡老三，我说过，你娘的病，药只能医一半，剩下的一半在你的身上。汪家现在虚报产能，私导批文，早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你继续跟着他们抢荒山，当断人财路的打手，只会让老太太整日为你担惊受怕。听我的，别在泥潭里烂着了，带着你手下的兄弟彻底转型。正好我要成立龙盛医药冷店护卫，你不妨加入我们。以后省二厂运往苗疆的每一批药材，南坡运出来的每一吨竹沙矿，还有盛总父母的安危，全部交给你，挣干干净净的银子，做堂堂正正的人。虎子，龙老板说的对呀，妈不要你大富大贵，妈天天求神拜佛，就怕哪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儿啊，听妈的话，听龙老板的话，咱们做回好人吧。龙先生，救母之恩如同再生父母，从今天起，我胡老三这条命就是你龙要的。从此以后，汪家的任何调遣，老子当他是放屁。在省城的地界上，谁敢断龙盛药厂的药材，先从我胡老三的尸体上踏过去。起来吧，好兄弟，以后跟着我，绝不让任何一个兄弟再走夜路。王少，出天大的事了，胡老三反了！你说什么？老子给他整个荒山的土房生意，他敢反我！胡老三不仅当众跪下认了荣耀当大哥，还带走了所有地盘上的兄弟，扬言要给龙盛药业当什么冷链护卫，谁敢动药厂的药材，他就跟谁拼命。走私批文被他撞破，连胡老三都被他收服了。龙耀，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大哥，老子这辈子没服过谁，今天我是彻底开眼了。那可是胡老三啊，省城里出了名的活阎王，汪家砸了几十万都没买断他特权，你居然用一枚药丸和几句话，就让他心甘情愿跪在地上叫大哥。大哥，你这收买人心、算计未来的本事，我韦大川这辈子怕是学不完1/1000了。大川，得人心者得天下，胡老三这条线活了，咱们的药厂才算真正立住了。至于汪远房和蓝建国，断了爪牙的恶狼，接下来该轮到我们去收他们的皮了。龙总、盛总，这次省里启动战略储备，多亏了你们龙盛药业提前3个月布局，死死盘住了全省近80%的道地药材，要不然这场药材危机咱们省就彻底被动了。陈老客气，龙盛药业跟在苗疆，为国储药本就是我们的本分。张秘书，我不是在做梦吧？
大哥3个月前让我把药材用冷库只进不出的死囤，今天文件一发，药材价格1天之内翻了3倍，咱们省2厂现在成了全省药企争抢的活命脉了。韦总，这就是龙总的手段，算尽天机，每一步都踩在政策的骨节上。借此良机，我代表董事会正式宣布，龙盛集团已完成资产承主，即日起正式筹备挂牌上市。前世我孤独死在病榻上，看着龙家产业被夺，这一世，我不仅要收回血债，更要让龙盛的名字永远刻在省城最高的楼上。妈的，怎么会这样？银行抽贷，股票跌停，老子的汪家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汪少，那些机密除了龙耀，省城没人能查得出来。他现在成了100亿新贵，明面上咱们黑白两道都动不了他。但这个土包子有个致命的死穴。死穴？快说，什么死穴？他妹妹龙月。龙耀这个人面冷心热，2辈子最在乎的就是他那个亲妹妹。只要咱们把龙月绑到手，省2厂的12条砒商，南坡的全部矿权，老子让他跪着双手奉上，他都不敢说个不字。王少，龙月那个死丫头一向没心眼儿，在苗医馆的时候就听我的话。今晚龙耀和盛安然在国宾馆应酬，龙家苗寨那边空虚，我去引他出来，保准一引一个准。好，双管齐下。王助理，去地下钱庄调几个不见光的狠人色，今晚就动手。老子不仅要他的家产，还要让龙耀这个乡巴佬在省城彻底绝后。哥说这个陶罐熬出来的药性最纯，阿妈正用得着。哎呀，这不是月儿妹妹吗？可算找到你了。你是病房的护士姐姐，出什么事了？我阿妈怎么了？你阿妈没事。蓝朵朵，怎么是你？预留妹命，待其批文矿权，今夜子时孤身来南郊废弃钢厂。我的好哥哥，前世你是个窝囊废，这一世你就算开了天眼，老子也一样能玩死你。哭，给老子哭着求救！我告诉过你哥了，子时一过，他要是见不到人，老子今天就把你身上的骨头一根一根砸断。阿月，算了吧，别跟汪少硬顶，你劝劝你哥。只要他把省2厂那12条国药准奏批文和南坡的全部矿权签字转让给我，咱们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我肯定保证你的安全。呸！你也配姓龙？我哥当年没说错，你就是个喝干了我们龙家血，反过来还要咬死主人的白眼狼。臭丫头，找死！笑哥，别跟这要死的人废话。等会儿龙耀来了，我要亲眼看着他们兄妹俩一起跪在地上求饶。龙耀，你他妈不是很能算吗？现在你亲妹妹的命就在老子手里，给老子跪下！汪远航，你以为你今晚绑了我妹妹，手里有了筹码就能翻盘？你少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你现在绑架我妹，可不止破产那么简单了。你汪家倒卖的药材已经被海关在码头连夜查封，你父亲虚报产能，诈骗200万吨煤炭贷款的原始账本，现在已经匿名寄到了省纪委。现在所有证据全都已经原封不动地交到了陈厅长和警方的手里。这一局，你汪家已经彻底被除名了。你放屁！这些事你怎么可能这么快查到？你早就布好了局。龙盛护卫队听令，谁敢动大小姐一根汗毛，当场废了！完了，我家彻底完了。龙耀，要死老子也拉着你们一起！脏货还想跑？阿月，对不起，哥来晚了。不晚，哥，我知道不管在哪里，你都一定会来救我的。妈，你看，这是龙盛集团研发部的特血书，哥亲自签的字。好孩子，妈高兴，妈知足啊！我以后一定跟着哥哥好好传承苗医，再也不让任何人瞧不起咱们龙家。干爹干妈，以前大川混账，是大哥给了我第2条命，是龙家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往后大川就是你们的亲儿子，谁敢让你们不痛快，老子活劈了他！好孩子，快起来！咱们龙家
从苗寨那栋遭人嫌弃的吊脚楼，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靠的从来都不是什么运气，靠的是咱们苗家人的骨气。这杯酒敬龙家，干杯！安然，这是我父亲亲手采自黑山谷断魂崖，代表着苗家最高规格的彩礼龙骨参。这是我们相识的信物，九叶还魂草琥珀。老天爷既然让我龙耀重新活过一次，我就要动用我全部的身家，堂堂正正的娶你进门，此生此世绝不负你。我盛熙然愿嫁苗疆龙耀，执子之手，生死与共。好，哈哈哈哈！苗疆有药王，我盛家有龙耀，这是老天爷赐下的天作之合。安然，当年小妖带你回寨子的时候，妈就看出来你是天上的金凤凰。我们龙家当初穷，让你受了委屈。今天妈把这祖传的蝴蝶母图腾交给你，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们龙家堂堂正正的主母。没有您和爸，哪有龙耀的今天？进了龙家的门，我就是苗寨的女儿，一辈子孝顺您二老。小瑶，这百里药田是咱们龙家的根，今天爸把它交给你和安然，龙家的未来全在你们手里了。爸，您放心，这一世，这片药田儿子绝对会守护好的。乡亲们，兄弟们，今天是我大哥大喜的日子，都给老子把喉咙喊破！龙盛集团开路喽！谁敢在我们龙总的婚礼上出半点岔子，先问过我胡老三手底下的兄弟。哥，安然姐，快上台阶呀！全寨的阿婆都等着给你们唱祝酒歌呢。编号9527，动作快点，磨磨唧唧想挨罚是不是？报告领导，我马上挖，别打我。哥，阿耀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啊！我是百亿药业的董事长夫人，我的彩礼呢？龙耀，大婚之日你在外敬酒，你怎么还不回婚房啊？肖哥你在哪儿？我结扎了，我没怀你的种，别抓我，我没骗婚。别打我！我说，我把汪家走私的钱全交出来。龙耀，你别来找我，你是鬼，你是个开了天眼的魔鬼。你放过汪家吧，我再也不敢了。我后悔啊！如果当年我不坐地起价加彩礼，现在坐在百亿龙盛集团主席台上的就是我蓝建国了呀！呸！作恶多端的白眼狼，落到这个下场，活该！龙家子孙及龙盛宋人听令，今日我龙耀在此立下终极家训：龙家门阀，医者仁心，行商之道必走正道。往后无论富贵几何，龙盛集团必须济世为怀，不忘初心。医者仁心，商道正道，济世为怀，不忘初心。